如果我告訴你，這世界上有一種最強大的力量叫做不能還手，你可能會覺得老頭 Z 在跟你開冷笑話。但在1947年，有一個男人穿上了布魯克林道奇隊的42號球衣，面對全場5萬人的羞辱和隊友的排擠，他唯一的武器竟然就是忍住。今天我們要聊的是這部讓我在戲院哭掉半包面紙的傳奇42號。如果你還沒看過這位黑豹查德維克·百斯曼的成名作，那你真的欠自己的靈魂一張電影票。覺得我說的太誇張？先點個訂閱，老頭 Z 今天就帶你看看什麼叫做真正的硬漢。這部片在 IMDB 拿到了7.5分，爛番茄新鮮度也有81%，現在在各大影視平台都能輕鬆搜到。很多人對他的印象可能只是窝窝，一部關於棒球的傳記片，但老頭 Z 要告訴你，這是一部包裹着棒球皮的人性生存手冊。它講述的是傑基·羅賓森如何打破大聯盟長達半個世紀的種族藩籬。在那個黑人只能去黑人聯盟打球，連旅館都不能跟白人住在一起的年代，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是他？為什麼偏偏是傑基·羅賓森成了那個改變歷史的唯一？電影一開場就丟出了一個震驚當時社會的決定：哈里遜·福特飾演的球隊經理瑞基，這個老油條竟然打算簽下一個黑人球員，這在當時剪輯就像是在火藥庫裡點煙。瑞基這個角色很有趣，他不是什麼聖母轉世，他是一個商人，一個看重天賦勝過膚色的實物主義者。看哈里遜，福特在那邊用低沉的煙嗓，一臉老謀深算地說出錢的顏色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的，是綠的。我就知道這部片不打算跟你在那邊溫情喊話，他要跟你看清現實的殘酷。於是剛從軍隊退伍，在黑人聯盟打得風生水起的傑基，這才走進了我們的視野。查德維克·博斯曼在這部戲裡展現了一種壓抑到極點的憤怒。在此之前，他還不是大家熟知的瓦干達國王，但他眼底那種不卑不亢的光芒已經預告了一個巨星的誕生。當他第一次走進白人球員的休息室，那種空氣瞬間結冰的感覺，隔着熒幕都能讓你窒息。大家都在看這個異類，好像他身上帶了什麼瘟疫一樣。如果你覺得這只是電影誇張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歷史的真相往往比劇本還要惡心100倍。說真的，老頭 Z 看片看了20幾年，最怕的就是那種教條式的傳記片。但傳奇42號聰明在哪兒？他沒有浪費時間在那邊講什麼大道理，他把重心放在一個字上，稱傑基。必須向瑞基保證，無論別人怎麼羞辱他，拿口水噴他，他都不可以還手。這對一個血氣方剛、隨時能用球棒把人腦袋開花的頂級運動員來說，簡直是這世界上最殘忍的酷刑。這不是在打棒球，這是在進行一場靈魂的馬拉松。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這部片最強大的地方，那些讓人起雞皮疙瘩的細節剖析。好，現在我們來深挖一下。這部片最精彩的絕對是這對老少配哈里遜。福特剪輯是整部片的定海神針，他把一個滿嘴銅臭味但內心深處還藏着一絲良知的經理演活了。他不是因為善良才幫傑基，他是因為贏才幫傑基。而百斯曼呢？他演出了那種被全世界孤立的孤獨。有一場戲是他在隧道裡崩潰，對着牆壁瘋狂揮舞球棒發洩，那種無聲的嘶吼真的會讓你心都碎了。他不能在場上發火，因為只要他一揮拳，所有的黑人球員就永遠沒機會進大聯盟了。這種壓力你扛得住嗎？這裡老頭 Z 要給你們一個反轉锚點。大家通常覺得英雄就是要拔剑而起，對吧？但這部片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英雄是那個選擇把劍收起來的人。忍耐不是懦弱，忍耐是為了最後的勝利。你看他在場上面對对手教練不斷用難聽的種族字眼辱罵，他只是緊緊握着球棒，眼神死死盯着投手。那一刻他才是全場最有權力的人，因為他掌控了自己的情緒，而那個辱罵他的人已經變成了情緒的奴隸。老實說，這段戲我每次看都覺得我們現在職場上的那些委屈算哪根蔥啊？想象一下，坐在熒幕前的你，如果你就是傑基，你換好球衣走上場，看見看台上的人對你做出猴子的動作，你的隊友拒絕跟你握手，甚至聯名要求把你交易走，你的老婆在看台上也得不到任何尊重。在這種極端壓抑的環境下，每一場球賽都像是在走鋼索。電影用了非常細膩的鏡頭去捕捉那些微小的善意，比如隊友皮維·瑞斯在众目睽睽下摟着傑基掌，那個動作雖然只有幾秒鐘，但在那個風声鶴唳的時代，那就是最偉大的勇气。這就是這部片牛逼的地方，它能讓你想起人性中那些快要熄滅的微光。而且我不得不提這部片的配樂，雖然有時候覺得情緒被推得有點滿，但當那個澎湃的交響樂響起，傑基在場上瘋狂盜壘的動態感，真的會讓你整個人燃起來。棒球電影最難拍的就是比賽的節奏感，但這部片的導演布萊恩·海格蘭處理得很乾脆，他知道觀眾要看的不是戰術，而是那種我就算跌倒也要爬過去摸到壘包的韌性。如果你是一個在低潮期的人，看這段真的會瞬間充滿電力。但老實說，這部片真的就完美無缺了嗎？
老頭 Z 接下來要說點實話，可能會讓一部分影迷不太舒服。好了，吐槽時間到。雖然我給這部片很高的評價，但有些地方我真的坐不住。這部片最大的缺點就是太乖了，它太像是一部標準的好萊塢傳記片公式產物，被打壓、崩潰、再打壓，最後逆襲成功。如果你看多了這種套路，大概播到10分鐘，你就能猜到結尾常怎樣。有些角色的設定也顯得太過平面，壞人就是一路壞到底，像是那個費城人的教練，演得有點像卡通裡的壞蛋，少了一種人性層面的複雜感。老實說，在幾段煽情戲的時候，我都覺得導演在用力掐我的淚腺，這種感覺有時候會讓人有點出戲。還有一點讓我皺眉的地方，就是他對當時社會背景的簡化。雖然它呈現了歧視，但整體的色彩飽和度太高，鏡頭處理得太美，有時候會讓那種真實的骯髒感消失。他把一场血淋淋的平權運動美化成了一段勵志的運動傳奇。我不是說這不好，但如果這部片能再更深刻地探討當時制度性的黑暗，而不僅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勝利，我覺得它的藝術地位會更高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作為一部大眾商業片，你也不能指望它像紀錄片一樣冷冰冰。只是對於老頭 Z 這種挑剔的家伙來說，總覺得還能再深挖一點。而且說真的，片中對瑞基這個角色的塑造，雖然哈里遜·福特演得極好，但有時候會覺得他像是傑基的導師、教父，甚至是救世主。這種白人救星的視角，在現代影評中其實是挺受爭議的。雖然歷史事實確實是瑞基給了機會，但電影處理的略顯刻意，仿佛傑基的所有成就都是在瑞基的引領下完成的。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敘事，有時候會掩蓋了傑基自己獨立思考和主動出擊的那一面。不過，這可能是我看太多社會學分析後的職業病，一般觀眾應該不太會介意了。但儘管有這些好萊塢式的瑕疵，我依然會把這部片列入人生必看清單。為什麼？因為查德威克·百斯曼在他因為癌症英年早逝後，再回頭看這部片，你會發現他的人生剪輯就是傑基·羅賓森的投影。他在病痛中依然堅持拍戲，那種堅毅，那種對命運不出聲的反抗，跟戲裡的傑基一模一樣。他在戲裡對着瑞基說：“給我一個球衣背號，我會讓你感到驕傲。”現在回想起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他讓全世界都記住了42號，也記住了他那種不可磨滅的尊嚴。總結一下吧。如果你是棒球迷，這部片是你避不開的神作；如果你是電影愛好者，它是傳記片的教科書；如果你只是想看一部能讓你重拾熱血的作品，那選它準沒錯。它最適合在什麼時候看？當你覺得世界不公平，當你覺得努力沒被看見，或者當你覺得快要忍不下去的時候，它會告訴你，真正的力量不是爆發出來的，而是壓抑進去，然後轉化成行動。這就是這部片教給老頭 Z 最受用的一課。它不是要你當個縮頭烏龜，它是要你當一頭蓄勢待發的猛獅。當然了，我也要提醒那些不喜歡熱血音樂或者討厭煽情戲碼的朋友，看這部片之前先準備好護目鏡，因為那種典型的美式主旋律可能會讓你有點過敏。但撇開這些，它核心的人文關懷是非常真實的。比起現在很多為了搞議題而搞議題的電影，《傳奇42號》顯得真誠得多。它沒有試圖美化那個時代的惡，它只是讓你看見一個男人如何在惡意中開出一朵花。這種純粹的力量感是現在很多影視作品都欠缺的。這支影片看完，別急着關掉，去搜尋一下現在大聯盟的傑基·羅賓森日。每到這一天，所有球員都會穿上42號球衣，這在任何職業運動中都是絕無僅有的最高榮譽。一部電影能讓你感覺到那種歷史的重量，那它就是成功的。老頭 Z 在觀測站看了這麼多年影片，很少有作品能像這部一樣，讓我在看完之後會想挺直腰桿對着生活再跟一把。這就是經典的力量，它不僅僅是在講過去，它在講你的現在和未來。好了，這就是今天老頭 Z 對傳奇42號的觀測報告。不管你是為了看演技、看棒球，還是看一段傳奇，這部片都不會讓你失望。查德維克·百斯曼給了這個角色靈魂，而傑基·羅賓森則給了歷史勇氣。看完之後，也歡迎你回到這裡，跟我分享哪一段戲最讓你心潮澎湃。如果你還喜歡這種深度又不失溫度的影評，記得按下那個訂閱鈕，你的支持就是老頭 Z 繼續挖掘好片的動力。這裡是影視觀測站，我們下期再見。祝你也能在自己的賽場上打出一支精彩的全壘打。最後，老頭 Z 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認為在面對極端的不公時，隱忍不發，用實力證明一切，真的還是目前最有效的反擊方式嗎？還是我們應該像某些現代影視劇的主角一樣，當場就把那個混蛋打得落花流水？這兩者之間，如果是你會怎麼選？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，我們來一場關於尊嚴的辯論吧。